这个世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，凡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的都是假象。假如我们能够穿过各种假象，洞穿事物的本质，那就会非常厉害，轻松地驾驭很多人与事。就像《教父》里的那句话，能花半分钟看透本质的人，和一生都生活在假象里的人，完全是两种命运。很明显，接下来我要谈谈认知。我这里给认知下了2种定义。如果从立场上来看，可以把认知分为一元认知、二元认知和多元认知。一元认知就是只从一个角度去看问题，只关注他自己的感受，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。二元认知稍微好一点，就是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。而多元认知呢，就是更高一级的思维模式，它能够兼容外界的所有信息。道德经里面说过，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，就是指多元认知，而常有欲，以观其徼，则是一元认知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你不戴眼镜去观察一件事物，你能够看出很多玄妙的地方，而你如果带有目的性的去看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只能看到局部的一些小的真理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发现，身边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固执，而且每个人认知能力的高低，它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宽度还有高度。一阴一阳谓之道。如果从事物的阴阳两面来看，则可以把认知分成显性认知和隐性认知。如果你只有显性认知，那么你的观念呢，就和多数人是一样的，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，结婚生娃，平平稳稳的过一辈子，也挺好的。而隐性认知是少数人独有的，不被大众所知道的，他们偷偷地操纵着世界的运转，而且瓜分大部分的蛋糕和资源。我们平时所能接触到的知识呢，只不过是安抚芸芸众生的心灵鸡汤，而内幕真相等等，永远不可能在普罗大众之中流传。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一个人拥有高认知的标志，就是发现了这2套秩序的关系。显性秩序在表面围绕着道德去展开，而隐性秩序呢，潜在水下围绕着利益展开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就是只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，你看到的公平正义往往都是表象，社会的本质它是弱肉强食。但这里呢，我要特别去补上一句话，天道未必酬勤，天道必定酬善。作为强者，如果不尊重天道，肆意妄为，社会未必会收拾得了你，但是天道肯定放不过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圈，这个认知圈的大小决定了他的眼界，在这个圈子里的事情，他大概率是能做成的，但是圈子外的不熟悉的领域，可想而知很难成事。那么如何提升认知？我觉得第一，尽可能的去收集一些信息，去和你身边相关的人充分的收集跟你要做的这件事情相关的信息。这个世界并非是二元对立，非黑即别。这个水里面有鱼，它不代表除了鱼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东西。善的对立面不是恶，而是无知。一个知识或者认知越缺乏的人，他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。第二，尝试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站在1楼永远解决不了1楼的问题，因为你站在1楼上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一些事情。这个时候你要站在10楼或者是更高的地方，这个事情就非常容易解决。举个例子，想想我们走迷宫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迷宫的里面和在迷宫的上空，你就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第三，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。当你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多问为什么，至少要问3到5个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可以帮你从事情的表面能够抓取到事情的本质。如果说做好了这几点，你的认知能力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提高。最后还是送大家一句话，人生在世，难得糊涂，必须通透。